广播里传出紧促的猫叫声，江城疑惑抬头，只见四周加班的同事们瞬间全体起立，楼上还传来越来越多的脚步响。不是只有这一层在加班吗？原来楼上有这么多人的吗？蓝焕快步进来，朗声道：“江城留下看着温家的新闻进展，其他人跟我走。”是。整齐划一的一声回答，整座办公室的人3秒内就消失在门外，其声势和速度堪比训练有素的军队。江城维持着从座位上站起半转身的姿势，傻眼。What happened？ 等等我！江城吓一跳，回头看，又是隔壁工位的那个妹子，急急忙忙从洗手间奔出来，没跟上大部队，焦急地踩着桌子就从江城身边窜过。哎！江城觉得他去的方向不对，妹子一跃到了墙边，竟然纵身从窗子跳了下去。卧槽！江城吓得跑过去，趴在窗口向下一望，12楼的视角能看到纵身向下的楼体和贯穿而过的道路，不过什么异常也没有。我莫不是在做梦？江城揉了几遍眼睛，又想起手有细菌不能乱揉碎放下，他看了看还亮着的电脑屏幕，刚发布的温室新闻正有条不紊地涨着数据。晚间新闻 YS 台报道，晚10点31分，云深大道上突然涌现出一大群白猫，以极快的速度从东到西呼啸而过，被云深小区阳台上的居民拍下，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。经过视频放大观察，可以看到领头的3只似乎是布偶猫，其余依稀可辨认出有波斯猫、短毛猫、狮子猫、缅甸猫等等，但无一例外都是白色。因傍晚天空阴云密布，加上猫群异象，有网友猜测是台风的前兆，白猫感知最为灵敏，这么看来，猫是按照颜色区分至上的。不过本台已联系气象专家，专家表示近期不会有恶劣天气，请市民不要恐慌。还有网友猜测是白猫洗劫京城经集体出逃，再黑的夜也比不过市郊的这座工厂黑。魏婴在漫长的囚禁时间内，哆哆嗦嗦地眯着眼观察了几次，他果然被当成动物一样关在铁笼里，周围都是抓他来的那种大黑狗，在看守他的间隙三三两两凑在一起，状若交谈。有一只体型更大的似乎是领头，从外面溜达进来，还接受了小弟们的拜服。不过魏婴不知怎么从他的狗脸上看出了些许油腻的气质。油腻汪冲身边一个小弟挥手，只见小弟领着4只汪拖着个箱子开始干活。他们拆开箱子，从里面倒出一管一管的炸药。魏婴浑身冷汗，偷窥着他们把炸药叼出去埋到工厂4周。在被狗绑架的不可置信之后，魏婴不是没联想到蓝湛他们，猫妖和狗妖才是一个剧本里的故事吗？之前他抱着猫外出，陆玉狗吓得浑身发颤，他的布偶就跳到地面上冲狗一呼噜，就把狗吓跑了，何其牛逼！看到炸药，魏婴本还幻想着他的战战和幻歌会率领喵喵大军来救他，然而此刻他不敢想了，这群丧兵王显然是要把他炸上天的节奏，喵喵来了岂不送死？嗷呜！门外一声嚎叫吓得魏婴一哆嗦，随即只听雨点一般的重物落地声越来越密集。喵！你呀！喵嗷嗷嗷！真的有喵喵大军！魏婴终于睁大眼睛，只见一道白色身影当先从窗户里飞跃进来，落到地面成了个翩翩美男子，清淡的眼眸看向魏婴，似乎是第一时间确认他没事，不是蓝湛是谁？猫妖终于在他面前原形毕露了。蓝湛！不仅魏婴激动了，身边的黑狗们也激动了，瞬间都从趴到坐，如临大敌，吓得魏婴又是一蹦。蓝湛有狗！有狗啊呀呀呀！当先和蓝湛对峙的油腻汪听到这惨叫一个趔趄，抬起前爪拔高身形，化身成了一个油腻青年，气急败坏吼道：“狗你妈逼！老子是狼！豺狼！”魏婴愣了一下，算了，管他是狼是狗，只要变成人形，大家就还能做朋友。当豺狼们全都化身成人，抄起武器，宽敞的仓库里已经落满了白猫。魏婴这就不害怕了，大喊道：“蓝湛快跑！他们埋了炸药！”哈哈哈！油腻男狂笑3声，站到一排小弟身后，指着蓝湛道：“既然来了，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蓝二公子，把你们家的灵盒交出来，我就放了姓魏的。”2个小弟把魏婴从笼子里揪出来，一人一刀抵着他的喉咙。蓝湛道：“
温潮，兰家的灵盒与你无用。温潮得意道，自然不是我自己用，只要能打散兰家的气数，你管我是当泡彩还是滚着玩？你。旁边一个化形的年轻人脸上还挂着彩，气呼呼道，没了灵盒我们都不能控制化形了，自然是在家中保护，怎么会带在身上？年轻人耳朵和尾巴还没收起，魏婴看着那耷拉的猫耳，觉得有点眼熟。温潮哼一声，杀了姓魏的再把你们都绑了，我就不信蓝老头不教。就这几个软脚猫还想来救人，真是笑话。蓝湛道，自然不止。不止什么？温潮还没反应过来，蓝湛突然一矮身，一道白影掠过他头顶，像一颗炮弹直冲温潮面门而去。啊！惨叫过后，人形蓝幻拎着脸带数道血痕的温潮站了起来，没有收回的利爪扣住温潮咽喉。刚才还护着温潮的打手们懵逼了，唰的退成个圈，包围着蓝幻。蠢货，别动手，伤着我要你们死！温潮嚷嚷。魏婴却没有错过这等好时机，趁身边的两个小弟惊讶，头向后仰一个铁板桥躲过刀锋，两肘向外猛击，对得两人惨叫弯腰。与此同时，蓝湛飞身而来，踹翻两人，刀飞了出去。魏婴抱着蓝湛的腰躲到他身后，不忘伸脚踩了两人几脚，踩一下骂一句，让你绑你魏爷，关你魏爷笼子。MD 才有闲暇夸赞，蓝湛你来了，快抓了这帮野狼烤了吃。蓝湛道，野味有毒，不能吃。说的也是，那刚才我接触过他们，是不是要洗手？蓝湛搂住魏婴，带他远离温家众一步，不仅要洗手，还要沐浴换衣。温潮简直不能忍，我 X 你们吗？死猫老子一口一个好吗？敢伤我一分，外面都是炸药，大不了一起死。蓝幻给了温潮一拳，真的吗？伤一分就引爆？温潮惨叫连连。一个宽阔的身影踏门而入，捡起地上的刀，他直起身，背后跟着几个白衣青年，架着个晕过去的黑衣男子。小弟们惊呼温煦公子，方寸大乱，有几个吓得扔了武器。蓝启仁招了招手，一只圆滚滚白乎乎的萨摩耶跑进来，乖巧的呜呜了几声。妈呀，蓝湛有狗！别怕，自己人，不是这个问题啊啊！萨摩耶无奈变成了人，魏哥，好久不见。魏婴惊讶地睁圆了眼，温宁。温宁是魏婴钱家的一人师弟，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对啊，我其实在蓝家长大，去钱家体验生活来着，现在已经回蓝家了。哦对了，他转了身，冲屋内众人道，外面埋的炸药我都拆了。众所周知，狗鼻子最是灵敏，一时间里里外外的白衣男女都向温宁投以赞许的目光。蓝启仁一手轻轻摩挲着刀刃，中气十足地发问，温潮，你方才说想要何物？